同学们好，本堂课我们学习重复动作，六分四臂单边。好，这一节的重复动作呢，它主要在跟大家讲解一个转身上步啊，转身上步。我们从上式的岩手拱拳，大家看一下。好，岩手拱拳接六分四臂。好，两拳由拳变掌，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变掌，领左手与右手相合于身前中线。好，左右胯放松下沉，左手逆缠下捋，右手顺缠下捋，同时左胯摆左脚脚尖。好，三移动重心，领右膝，对拉开步。好，松左胯，左手逆缠领掌，右手顺缠上蓬，转双顺缠折叠两手，当走后弧，重心来到右腿。合右胯，两手掌心相照，踮脚跟部，按掌对撑，放松下沉。好，松右胯，两手顺缠转单边，身法下沉，两手上托。好，身走螺旋，右手勾手沿小臂内侧上提。好，领左膝，松右胯，顺势提腿，螺旋对拉开步。当走后弧，重心左移，松胯转腰。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沿中线上穿，逆缠外蓬，重心左腿，合右胯，扣右脚脚尖，还原定势，立身中正，身法下沉。来，背面看一下。岩手拱拳转六分四臂。好，松左胯，两拳由拳变掌，当走后弧，重心右移，领手外蓬，两手相合于身前中线，重心右腿。好，左胯摆脚，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同时摆左脚脚尖。移动重心，领右膝顺势上提，对拉开右步。好，松左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折叠两手，合胯扣脚。跟部，按掌放松，对撑下沉。变单边，松右胯，双顺缠，两手上蓬，身法螺旋下沉。当走螺旋，左手变掌移肘领劲儿，右手勾手移腕领劲，领左膝，开步对拉下沉。当走后弧，重心左移，松胯转腰。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松胯转腰。沿中线穿掌，翻掌逆缠外蓬，合右胯，扣右脚脚尖，还原定势，放松下沉。好，正面看一下。岩手拱拳。好，一，领手外蓬。二，左胯摆脚。好，三，上步提膝，对拉开步。当走后弧，领手相合，合胯扣脚。跟部按掌，放松下沉。双顺缠捧掌，螺旋放松下沉。对拉提腕，领膝提腿开步。松胯下沉，身法中正。当走后弧，左移重心，松胯转腰。当走后弧，右移重心，中线穿掌，翻掌外蓬，合胯扣脚，放松定势。好，背面再看一下。岩手拱拳。一、二、三、四、五、六，放松下沉。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定势还原。
好，收势。好，4个方向看完这几个重复动作呢，很多老师可能会说，老师，哎呀，后边这重复动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你老是重复讲，这不是占用课内资源了？不是，老师们发现了没有？我们每一次后面遇到重复动作的时候，它的动作外形定式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最难的中间，咱们学的是它们变式的过程和转关的过程。就比如说这一次的重点，严守拱拳转六风四臂，我做一个错误动作，看看大家是不是经常都是以这样的方法来练习劳驾一路。好，从这边看最清楚了，严守拱拳，好，重心右移，两手外捧，画大力圆，摆掌上捧，然后提膝，根部按掌，是不是有很多老师都在这样做动作？那么老师们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加上一些意识，加上劲力，我们严守拱拳是身法，中线朝前，慢慢的随着螺旋冲拳的过程当中，拳与胯相合，产生的斜45度的拳锋方向。那你领人手臂的过程也一定是一松胯合于中线，也是在45度的方向坐胯摆脚。因为我们的攻防方向，咱们在以前的课程当中，尤其是前裆后部强调了一句话，叫做身走侧线，手走中线。那你的两手已经超过了中线，向后方画大力圆的时候，本来我们的攻防意识，包括自己的劲力意识，要从中线前方转45度螺旋上到前方部，变成了人在这边，非要把人家拉到你的身后再拽过来，把一个本应该的小螺旋画成了一个无意义的大螺旋。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动作变得更加复杂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做什么？找到节节贯穿的这个技巧。你看出拳到位了，左胯一松，当走后弧，走重心的时候先走的是哪？肩膀。所以重心一松，一定是肩膀先往右走，随后一松胯，随着身法的螺旋放松下沉，两手一相接，是不是还在中线？正好随着咱的右胯松沉，坐胯摆脚，两手顺势左逆右顺下捋，是不是把螺旋直接就体现出来了，并且符合咱的当走后弧？但你看，如果咱们往后拉，你就又得动肩膀，又得动手肘，又得动手腕，把这个大力圆画的又那么夸张，劲儿也没有了，动作也变得很空。所以我们要以太极拳的拳理来理解这个部分。你看松柔以身带手，你看肩膀随重心移动走，先进肩，是不是手没有往右走，反而好像还在往左走？那肩走领手坐摆上步，这样的一套动作，我们走起来以后，手做了一个什么螺旋？是不是肩带身，身带手这样的身法？一领一沉，螺旋还节节贯穿，有那种引进落空的意思，是不是？手一搭，好，引进落空，唰，顺势带着重心往下走，这就不会很往后去螺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细节。那第二个就是很多老师问过一个问题，说老师，你看我每次上完步之后，我上右脚，我老觉得左脚可别得慌。实际上大家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从分解动作去学习的。我们在上步的过程当中，坐胯摆脚，左脚脚尖摆动的角度都是大于45，这个时候就得要求咱们的胯螺旋的特别多，然后在上步的过程里才能更好的让你的右脚去进行根部上步，对不对？那如果说咱左脚摆不过去了，咱能不能把六风四臂去做成一种进步的身法？那么我们在摆脚进步的过程里，我们可以把六风四臂的身法从一个对拉、领膝上提定式再开步的动作，变成直接进步上捋，根部领手，按掌下沉。我们把身法从一个定式螺旋的一个简单的一节一节行进的这种感觉又领掌又放松又相合又按掌的这个过程，给它变成什么？给它变成一体的变成一体的。
脚摆不过来没有关系，好，上步进身，蹬左腿，这块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蹬进？好，上步跟手，这样做六风四臂也是可以的，因为转关的过程里面主要是为了衔接两个动作的一个变式。那如果我们在变化动作的时候，你把动作变得一节一节的，是不是不光显现不出来太极拳的这种行云流水，同时也会觉得这个动作比较卡顿啊？我们如果能做的话，尽量把动作做成延手拱拳转六风四臂，从这儿都是六风四臂的变式，到后来结束都是一体的。但教学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节一节分解开啊，不会说给它做成一个动作。那么大家就在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后面的六风四臂和单边，六风四臂按掌的时候要找到裆胯对称，单边的时候要找到身法螺旋的下沉和手掌上蓬的关系，同时腕关节和肘关节的上下的一个对拉，不要把力量再像以前一样放到手臂上去沉。这些动作很简单，就是一个转关变式，所以大家要多多练习。